志豪啊，听说你年终奖买了辆奥凯 Q5，代步工具而已。不过做销售嘛，得给自己定目标，那得40多万吧？不贵。英雄，你在你们公司多少年了7年。7年还是个小销售，志豪7年都当上副总了，你年终奖够不够买人家一个轮胎？吃饭吧。离婚协议我让律师拟好了。因为年终奖？因为5年，你说过的话没有一件做到，我等你改，等了5年，我不想再等了。检测到宿主人生即将归零，人生升级系统强制激活。当前数据：社会地位递减，财富值递减，伴侣好感度5%。评价：你的人生比你的年终奖还惨。综合评定：可被替代的 NPC。你真好。5年5分。新手任务已发布，目标：24小时内让一个公开羞辱过你的人当众闭嘴。奖励：经验加20，解锁技能树。失败惩罚：永久失去当前工作。倒计时：23时59分59秒。宿主：接受还是拒绝？切。上个月全组达标，只有1个人拖后腿，英雄。7年了，连新人都不如，你自己说你适合干什么？周5之前没有业绩。张经理，我手里有个客户，宇恒集团。你是不是受刺激了？你连隔壁小公司的前台都搞不定，你去搞宇恒？周3之前我拿合同来。拿不来呢。我辞职。顺便说下，上周你拿去跟王总汇报的那个大单是我签的。你是今天第6个，前面5个平均4分钟，你有5分钟。贵公司下半年的核心痛点是供应链响应速度，目前平均72小时，行业头部24小时。我对比了你们3年供应商数据，问题不在供应商，在调度系统冗余。洞察力1级激活。这分析你从哪儿拿到的？自己做的，翻遍贵公司3年财报和公开数据。我们还没合作，你为什么做这些？因为我没有退路了。合同带来了吗？任务完成，经验加20，解锁被动技能谈判洞察。30天内让他重新认识你。你迟到了3分钟。见了个客户。他说的是客户，不是堵车。结婚5年，无子女，无共同房产，财产分割无争议，冷静期30天，签字。这1个月你住哪儿？找地方。以前他会说能不能再谈谈，会说我改，今天什么都没有。签完字还要赶去下一个场子，下一个场子是什么？那个所谓的客户吗？
隐藏任务触发，无声的告别。目标：修复所有你曾承诺却未完成的事。奖励：解锁被动技能，细节洞察。备注：此项任务不计入好感度，他不会知道是你。做不做？做。今天晚上，吕夏回家看到我的东西空了，会是什么表情？会松一口气，还是站在原地沉默几秒？算了，不想了。我已经没有站在原地等他的资格了，是他自己签的字。关联人物触发危机事件：尤平，吕霞的母亲，你的前丈母娘。你连这个都不会？触发支线任务：雪中送炭，目标48小时内解决尤平当前困境。奖励：解锁技能，共情洞察。是否接受？不用问，接。怎么是你？吕霞呢？他出差，医院系统存的还是我号码。你来干什么？你们都要离了。医生说是急性肠胃炎，要留观，费用我交了。阿姨，我知道您不喜欢我，但这和喜不喜欢没关系。您一个人躺在这里，吕霞赶不回来，医院打的是我的电话。就算离了婚，这个电话我还是会接。不是因为我想讨好您，是因为您教过我糖醋排骨，那张便签我留了5年，您可能不记得了。你是不是觉得来一趟我就会帮你跟吕霞说好话？我来是因为您以前也给我做过饭，虽然每次都嫌我赚的少。阿姨，您儿子真孝顺，大半夜守着没合眼。尤平好感度-30，10，首次转正。隐藏奖励：解锁被动技能，共情洞察。支线任务完成，经验+30，解锁成就，化敌为友。初级，让一个长期对你有偏见的人第一次开口承认你。给你点的，住院费多少？我还你。不用。我不想欠你，你跟吕霞都要离了。阿姨，您今天找我，应该不是为了还钱。你变了，以前跟我说话眼睛是躲的，现在不躲了。我这天来是想说之前的事儿，是我不对。你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我就觉得你没出息。但那天晚上在医院，我那样对你，你还来。吕霞她爸当年都没这么对我。过去的事儿不用提了。你不恨我？恨一个人太累，我还有别的事要做。加微信，以后有事跟我说。尤平好感度10、40，成就，化敌为友，终极。吕霞那边我看着办。妈，身体好了吗？好了，小英给我交的费守了1夜。我知道。你们冷静期还剩几天？25天。妈，你问这个干嘛？我今天见了他一面。你见他干什么？妈，你以前不是天天催我离吗？还人情，顺便吕霞，你确定要离？以前是以前，人是会变的。我跟你说，我觉得他配不上你，现在我觉得你可能配不上他了。吕霞好感度5，升级到10。备注：他开始不安了。本周成就，职场地位上升1档。尤平好感度首次转正，吕霞好感度波动回升，综合评定已摆脱可被替代的 NPC 身份。目标：本周行业论坛上让至少3位大佬记住你的名字。奖励：气场掌控。以前他发过无数次这样的消息，他回的都是在忙。知道了。当猎物开始主动靠近时，猎人的第一课：保持距离。哟，这不是英雄吗？你一个销售来这种级别的论坛干嘛？混茶歇？我跟你说话呢，这种场合你听得懂吗？听得懂，而且等一下台上问问题的时候，我会举手，你不会。
下面进入问答环节，哪位有问题？王教授，您刚才提到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的3重壁垒，我想补充第4重：组织惯性。头部企业在系统上投钱，但一线调度仍依赖经验判断。真正的瓶颈不是技术，是人不愿意改。这位先生怎么称呼？英雄，一家刚起步的小公司。小公司不一定小格局。你说的组织惯性是我们下阶段研究的方向。额外判定，当众反杀，经验加成20%。你小子今天又抢风头。老周，过来认识一下，英雄。宇恒下半年的供应链方案就是他做的。英雄，这是周总，鼎盛资本。宇恒的单子拿得很漂亮，听说你正在创业，有没有兴趣来我办公室聊聊？鼎盛最近在看供应链方向的早期项目。好，我让助理约时间。任务进度2/3，新名片周恒，鼎盛资本合伙人。英雄，你站住！你少得意！今天你运气好，你的底细我最清楚。7年没升职的小销售能折腾出什么来？陈总，你追出来跟我说这些话，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什么？你在怕我，而我对你连怕都懒得怕。任务完成2/3，社交影响力上升中。吕霞，好感度10、15，被动触发。吕总监，甲方发函，数据出错，方案推迟3周要索赔。陈副总联系不上。再打。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他是不是故意的？上次咬嘴唇是什么时候？是5年前婚礼那天，化妆师给我涂口红，我紧张的咬了一下，被化妆师瞪了一眼，后来再也没有过。喂，你还没睡？在工作，怎么了？我这边出了点状况，甲方数据出错，方案要重做，团队熬了2天，陈志豪关机跑路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你之前帮人做过数据分析，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发过来。需要多久？2小时。我等你。重点数据错误标红，附带修改建议和佐证数据源，按这个方向改，3天能出中稿。收到。你怎么这么快？正好擅长这个。谢谢你。触发情感波动事件，奖励被动技能情绪免疫。主线任务第2阶段，在关键领域展现实力。陈志豪关机跑路，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信息。哥，行业群全炸了！匿名爆料帖，某广告公司副总项目出事，关机跑路，丢下团队顶雷。内部人透露，此人多次抢功、甩锅、吃回扣。是陈志豪吧？早就听说这人了，哪个甲方还敢用他？原来陈志豪不是跑路，是早就挖好了坑，坑挖好之后往里面推了吕霞一把，然后自己关了手机躲起来等结果。这种手法在行业里叫埋雷。陈志豪不是第一次用，以前被埋的是别人，我不认识，也管不着。但这次被埋的是吕霞。哥，这帖子……我说了。这种事不需要匿名，匿名爆料大家只是吃瓜，实名举报他才会死透。走，去一趟广告协会。吕霞，那个帖子是不是你搞的？还有你那个前夫，是不是他在背后捅刀？第一，帖子不是我发的；第二，关机跑路的人是你；三，你最好小点声，要不要我打开门让你跟他们当面解释？你们等着，我会查出来是谁发的，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那个帖子跟你有关吗？我只是给了一个记者朋友一些方向，他写的是新闻，不是我的口供。他以前连撒谎都不会。是你，那些料回扣的事，只有内部人知道，是不是吕霞给你的？陈总，坐。你记不记得去年你抢了我一个客户？你在酒桌上跟他说，英雄就是个混吃等死的废物，把单子给我，给你提成。那句话当时在座有6个人，其中1个人录了音，录音我听了3遍，第1遍很愤怒，第2遍很冷静，第3遍我在想这段录音什么时候用最划算。现在还没用，但你最好祈祷我不会用。你到底想怎么样？回去把辞职信写了，这是你唯一的退路。隐藏成就解锁，击溃长期压迫者，奖励被动技能气场压制。与敌对者面对面时，对方心理防线自动削弱20%。主线创业加速，72小时内拿下第1个100万级客户，倒计时72小时。
我只有15分钟。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差异化在哪儿？我的核心优势是，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灵。同行做的是帮大企业做系统，我做的是帮中型企业做转型。大企业有钱有人，系统换了就能跑；中型企业换了系统，人跟不上，3个月回弹原形。我的产品是系统加人的过渡方案，3个月陪跑，直到他们团队能独立运转。你怎么确定陪跑成本可控？我做了7年销售，见过上百家中型企业老板，我知道他们舍不得什么，害怕什么，会在哪个环节卡住。系统谁都能做，但知道他们会在哪里卡住，只有我能。周总，我看过的供应链项目今年有9个，8个在讲技术参数，只有他在讲人。我叫苏曼，鼎盛资本副总裁，技术参数我不懂，但我懂人。你明天来我办公室，我们谈估值。明天10点，我带财务模型来。明天我对你的标准会比今天高10倍。正好，我也喜欢高标准。任务100万级客户，进度50%，新联系人苏曼，鼎盛资本副总裁，评价高价值盟友。你知不知道苏曼什么外号？苏三刀。他听项目最多给20分钟，你只用了3分钟。他上一个亲自投的项目，现在估值翻了11倍。好好准备明天的估值谈判，他的高标准不是说着玩的。哥，怎么样了？明天谈估值。你见谁了？这么快？当前等级8级，明日估值谈判触发阶段性挑战，说服力阈值测试成功，则财富值跃升至 B 级；失败则创业进度归0。意思是明天不能输。建议开启全部被动技能协同模式，包括新解锁的气场压制、谈判洞察、情绪免疫。听说你要融资了，恭喜！小英，周末有空来阿姨家吃饭吗？我给你炖汤。你的 BP 我看完了，结论：产品逻辑清晰，市场规模够大，团队经验不足，但创始人学习能力强。2个选择，选择1，鼎盛投你500万，占股30%，你需要钱，这个估值很公道。选择2，我不投钱，鼎盛有一家被投企业，年营收过亿，正在供应链转型瓶颈期，我把你引荐给他们作为独家供应链服务商，不占你股权，不给1分钱，但如果你吃下来，这一个客户的年合同额比你融资烧3年都多。这个方案我们内部没有讨论过。你选，3分钟考虑。7年还是个小销售。苏总，2个我都不选。500万占股30%，我这个项目值更多，引荐客户风险全部在我，收益全部在鼎盛，都不是我要的条件。我的方案，鼎盛投我300万，占股12%，同时引荐那家被投企业给我。1年之内，我不仅吃下它，还额外拿下至少2家同级别客户。做不到，我本人承担连带责任；做到了，鼎盛获得优先参与下一轮融资权利，估值按借势市场价9折。你知道你刚才干了什么吗？讨价还价。不。你拒绝了我的 offer， 提出了更难的条件，把自己的风险翻了1倍。你从我要钱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我的白板前，用我的笔写了一个对赌协议。这里面12%的股权不是你要的，是我给出去的。300万不是我压价，是你主动降的。你让我从投资方变成合作方，然后你用连带担任锁死自己的退路，这叫什么？这叫赌命。我喜欢。成交。明天我发正式协议。明天我等。阶段性成就解锁，首轮融资完成，财富值 D 加，升级为 B， 社会地位 C 减，升级为 B 减。解锁被动技能谈判反制，当对手试图用选择权压制你时，自动触发第3条路提示。主线：30天内让女侠主动来找你谈1次，倒计时30天。英雄，你之前说你知道他们会在哪里卡住，因为你自己就是从底层一步步摸上来的。下次如果有时间，给我讲讲你的故事。我对你的 BP 已经没兴趣了，我对你本人有兴趣。苏曼好感度60升为70，触发隐藏支线，知己难寻。备注：此好感度为欣赏与探究，非情感项。你现在有助理了？创业需要，点菜吧。上次那个数据方案，我还没当面谢你。顺手的事，不用放在心上。我欠你一个道歉。这5年，你做了那么多事，我一件都没当回事，对不起。道歉我接受，但有些事回不去了。我知道，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以前太骄傲了。吕霞，你可以骄傲，但别再用骄傲当强了。我翻过5年，现在我走另一条路了。你们见面了，怎么样？那你就重新开始，跟我学。吕霞好感度30/45，成就让他主动道歉完成。哥，出事了，陈志豪找了3个混混，明天来公司堵你。我想咨询一下，有人持械闯入经营场所，报警流程怎么走？支线任务：清理旧账，目标：彻底终结陈志豪，奖励：危机预判。哥，来了，3个人，光头的那个拎着甩棍。让他们进来，你手机开录像，站角落别说话。你就是英雄。陈志豪说你欠他30万，今天要么给钱，要么你这公司别想开了。你叫什么名字？你不用知道。好，那我换个问题，陈志豪给你多少钱？够不够你在看守所蹲半年的？你不知道3件事：第一，我不欠陈志豪1分钱，他吃回扣的证据我已经提交监管部门；第二，你手里那根甩棍是管制器械，从你进大楼那一刻，监控已经录了全过程；第三，你以为我刚才低头是在害怕，我是在一键报警。持械闯入经营场所，涉嫌寻衅滋事，全部带走。他欠我们钱。同志，这是陈志豪商业欺诈的全部证据。哥，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来？陈志豪被封杀，狗急跳墙是唯一剧本。他们进大楼的时候我就报了警，手机一键报警，不用打电话。隐藏成就，临危不乱，奖励被动技能，危机预判，可提前感知威胁，并自动规划反制路径，趁热打铁，3天内拿下陈志豪最大客户天海集团，倒计时72小时。哥，你去哪儿？天海集团，趁他们还没找好下家。你是不是疯了？我被封杀了，你还不放过我？陈志豪，那3个人是你叫的，派出所笔录上会写。另外，天海集团刚才给我打了电话，你的最后一个大客户明天跟我签约，你再发一条威胁消息，我就把你去年在酒桌上说英雄就是个废物的录音发给全行业群。你新东家听了还会让你过试用期吗？好好过日子，别来找我，也别去找吕霞，你做得到，录音就烂在我硬盘里。英雄，我是天海赵海山，明天上午有空吗？有空，赵总，我明天准时到。我打听过你，半年前你还是个小销售，被老婆赶出家门，现在跑来跟我说供应链，凭什么？赵总，您公司去年营收6个亿，利润4000万，供应链效率提上去，利润到6000万，多出来的2000万，您觉得值几个人的信任？我不是来要您信任的，我是来给您看结果的。3个月是合作方案，我先帮您做一个子公司的供应链改造，不用您投1分钱，3个月后响应时间从72时降到24时，做到了您签正式合同。做不到，我1分钱不收，您零损失。你知道别人来我这儿怎么说？他们说赵总给个机会，你是第一个说不签你就没损失的。你知道为什么我让他们出去吗？因为他们求我的人多了，我记不住。你不是来求我的，你是来告诉我我的供应链有救。你不让我施舍你，你让我需要你，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生意。前一种叫乞讨，后一种叫谈判。你在跟我谈判，让法务部把标准合同送过来，不用3个月，直接签。好的。你的方案我看了3页就知道你做过功课，你对我的业务流程比我的副总还熟。但我有一个条件。您说。以后来我这儿别叫赵总，叫我老赵。能把陈志豪打败，够资格叫我老赵。合同签了。什么？天海那家从来不给新供应商机会的公司，你怎么做到的？就一句话。什么？我不是来要机会的，我是来给他多赚2000万的，他不会跟钱过不去。哥。以前那个在晨会上被骂的抬不起头的英雄翻篇了。
比广告公司大2倍。等我赚到钱了，开个公司，你来做品牌总监。你先赚到再说。吕姐，你怎么来了？我妈让我送东西。那天在民政局签字是25号，今天才几号？中间隔了不到3周。3周，一家公司，他的广告公司从3个人扩张到现在的规模用了4年，他用了3周。强哥，这是谁啊？老板娘，前老板娘。稍等，你怎么来了？妈炖的排骨汤，她说你一个人肯定没好好吃饭。替我谢谢阿姨。你自己谢。她现在天天念叨你，比对我还上心。那个日期，离婚那天，你以前为什么不这样？在我身边的时候为什么不这样？走吧，送你下楼。如果冷静期结束前，我们重新认识一下，你愿意吗？重新认识可以，但前提是我不用再讨好你，你也不用再俯视我。我们是平等吗？我不知道，但我愿意试。闲了。吕霞好感度45/60，主线任务让他主动找你完成，奖励被动技能情感主导权。怎么没见过我不穿西装？确实没见过。庆祝2件事：天海签约，鼎盛下一轮跟投，估值翻3倍。但今晚不谈公事，我问你个私人问题：你前妻最近一直在找你，她回来你还走得了吗？你知道我为什么投你吗？不是因为 BP， 是因为你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被背叛过人才会有的东西，叫不会再给别人第2次捅刀子的机会。你在帮我还是在试探我？都有。作为投资人，我需要知道创始人会不会被感情拖垮。作为一个对你有兴趣的女人，我也想知道情绪免疫被动触发。过去的事过去了，谁想走不会留，谁想回来得自己走进来。说得好，我告诉你一条原则：如果要走，别因为愧疚回头；如果要留，别因为感动选择。这对吕霞适用，对我苏曼也适用。下个月东京国际供应链峰会，我手上有一个名额，全球排名前20的供应链巨头都会到场，你跟我一起去，别急着回答。今晚我只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现在站这么高了，回头看停车场里的自己，什么感觉？我会告诉他，别怕，你失去的一切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回来了吗？正在回来。英雄，我是一个习惯了赢的人，在投资上从不失手。今晚是我第一次不确定我是不是投了一个注定不属于鼎盛的项目，一个注定不会属于任何人的项目。峰会的事，周3前答复，不管你来不来，鼎盛都跟投，这是我作为投资人的决定，其他的是我自己的事。汤有点咸，改天我教阿姨掌握火候。东京我去，名额我要。陈国泰在评委席上等着，那就让他等。他等了我半个月，等到的不是一个前销售，是一个赶在全球前20面前拆他台的人。周3之前，我把 PPT 发你。另外，谢谢你今晚的问题，我已经有答案了。有些路走了就不能回头，不是因为回头会输，是因为前面还有更好的风景。停车场那个缩在车里的男人不用回头，他只要往前看。前期也好，投资人也罢，谁愿意一起看风景，谁就坐副驾。但方向盘在我手里，这是我对自己最大的尊重，也是对你最大的公平。哥，海城商业新锐人物评选，陈志豪刷到第1了，10万票，一夜之间从第8飙到第1。买水军了，每条验证版5块钱，真投水军抓不住把柄。你排第6，差8万票，怎么办？就这？点发送，然后等着。是因为他请我吃饭，是他从来没请过。老赵一把年纪，很少给年轻人站台，这小子值得。我投他，这人有真本事。那次他在医院守了1夜，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觉得他应该赢。再加1万条，今晚必须刷回来。陈总，主办方刚发了新公告，因多位行业领袖联名推荐，本轮评选增加行业推荐性权重，票选权重降至30%。英雄先生获得推荐性数量为本组第1。另
陈志豪先生部分票数存在异常，启动核查程序。隐藏成就，不战而胜。对手花钱，你花人品。奖励：被动技能，名誉护盾，所有攻击自动转为正面曝光。终极打脸，3天内收购陈志豪被查封的公司，倒计时72小时。英雄总，我们资产实打实，设备、团队、客户资源打包800万，很公道了。设备折旧后账面不到300万，客户资源3个月没维护，流失至少40%，核心骨干被猎头挖干净了。你公司现在最值钱的东西，是你还坐在这个位置上求我？这个价太低了。你的公司只有2个选择：破产清算或被收购。破产，你什么都拿不到；卖给我，你至少能保住30个员工的饭碗。等一下，成交。 200万拿下估值800万的公司，你的谈判风格越来越像我了。跟谁学的？你今天又多了一个让我欣赏的地方。你不是在压价，你是在给他一条路。他感谢你压价，还觉得欠你人情。前期，男人最可怕的不是冷漠，是不着急。财富值 B 加 A 减，社会地位 B A 减，成就解锁。你曾经被这个人看不起，现在你买下了他的公司。终极任务预告：当前48集，距满级50集，剩余2集，预计出发时间10天。 听说你收购了陈志豪的公司，他今天来收拾东西，保安拦在门口。我从没见过他那副样子，我想见你。后天。等了很久，刚到。 这个我带来了，冷静期还剩10几天。这份协议一直放在我抽屉里，每天都能看见。我今天带过来，是想在你面前做一件事。撕的是协议还是5年？都撕了。5年前你对我说我会对你好，你做到了5年，我没做到1天。我不求你回来，我只求给我一个机会，重新认识你。从名字开始，我叫吕霞，33岁，广告公司总监，性格强势，不会做饭，不会照顾人，正在改。我叫吕霞，广告公司策划。我叫英雄，35岁，正在创业。以前什么都怕，现在什么都不怕了。 你好，英雄，很高兴认识你。你好，吕霞。吕霞好感度60、75，情感主动权判定，宿主已占据完全主动。你说回不去了，那往前看呢？往前看可以，但得一步一步走。第一步是什么？学会做饭。你上次烧了厨房之后，我们家还没吃过一顿像样的晚饭。好，我学，但你不能笑我。不会笑，会尝。 峰会机票已定，周3出发，东京全球20强都会到场。陈国泰是评委。坐，今天你是主客。小英，今天让你来，是我有一句话憋了很久。这1个月，我总想起你守在医院那晚上。 护士说：“阿姨，您儿子真孝顺。”我说了，那声是我这辈子说的最轻巧的可这5年，我对你说了多少不轻巧的话？我说你没出息，说你配不上我闺女，生你是个混吃等死的。我今天当着我闺女的面跟你赔个不是。阿姨，您坐，以前的事不用再提。以后想喝汤了，给我打电话，我过来。吃。 今天你吃肉，吕霞吃土豆，剩下的打包给小英带回去。你那边冰箱小，放不了太多，但一饭盒够吃2顿。吃之前微波炉转3分钟，别转太久，转久了肉会老。油瓶好感度50升到70，成就化敌为友。曾经最看不起你的人，现在以你为荣。今天我妈那个鞠躬，我从没见她对人弯过腰。阿姨是个好人，只是以前我们都没学会怎么让对方看到自己的好。你搬回来住吧，冷静期快到了。 你的东西还在柜子里，那件旧卫衣我没扔，洗了3遍，挂在原来的位置。还不行。为什么？我还有一件事没做完，做完之后，我自己会回来，不用你叫。英雄，我等你，不等5年，等多久都行。物业电话：修楼下地砖裂缝，修电梯安检灯。 修楼道声控灯太慢。PPT 组稿收到了，数据分析很扎实，但你的演讲框架需要在周3前重新打磨一遍。陈国泰不是天海赵总，他不会给你3分钟翻 BP， 他会在第1张 PPT 就发难。我建议你开场第1句话不要用数据，用一个故事。收到。
终极任务，满级抉择已触发，是选择事业还是他？请做出选择。我叫吕霞，广告公司策划，离婚协议我让律师拟好了。系统，你知道你最大的 bug 是什么吗？我没有 bug， 你有。你以为成功只有一条路往上走，但人不是数据，人的成功是可以停下来。我选2。答案正确。满级任务的真正测试，从来不是选择继续前进，而是你有继续前进的能力，却选择了停下。成功是能力，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是智慧。恭喜宿主，人生满级50级，权限永久移交，没有系统，没有任务，没有数据，只有你。今天冷静期结束，我不催你，但我在等你。我今天穿了白色的那条裙子，5年前那条洗了很多次，有点发黄。你不准笑。不会笑，会看。我以为你不来了。路上堵车。吕霞，路上堵车。走吧。冷静期结束了，你们是来办结婚？你们上个月才冷静期，不是离婚，冷静期结束，你们……对，我们不打算离，重新结。我在这窗口做了15年，头一回见冷静期结束不是来离的，是来结的。你刚才说不是复婚？对，不是复婚，是新婚。走吧，回家。新家，旧的那套退了。你退了？从头再来，当然要从头。旧房子水龙头修好了，墙上的水渍擦不掉。有些东西该换就换，该留就留。先放油还是先放菜？你站了多久了？从先放油还是先放菜开始。你为什么不帮忙？以前的我会冲上来帮你，然后你说我来，你不行。这次我不抢，你自己来。教你第一道菜：番茄炒蛋。油温6成热。6成热是多少？手伸到锅上方，感觉热但不烫，就像你以前对我6成烫，不用每次都沸腾。这盘我吃。有点焦，但比你第一次对我和颜悦色还差一点。以后不会了。知道，吃饭。你吃。我吃饱了，这是最后一块。明天你做糖醋排骨，我把你妈的比例发你。好，明天我早点回来。
鼎盛正式决定下一轮跟投，估值5000万。东京国际供应链峰会，全球前20巨头到场，我带你去。但有人盯上你了，陈国泰，海城商会副会长。你连拿宇恒天海又收购了陈志浩公司，已经开始蚕食他的地盘。陈国泰跟陈志豪什么关系？陈志豪的堂叔。知道了，东京我去，他不动，我不动，他动，就是下一个被收购的公司。年轻人胃口别太大，小心撑着。哥，他发什么了？没什么，老将惯用的盘外招。接下来我们的重点不是他，是东京。东京峰会上，他会在全球20强面前给我出题。我要做的不是应付他的题，是让他连题都出不出来。下一个目标，东京峰会之后，让全球20强里至少3家主动找我们谈合作。陈国泰在评委席上等着看我出丑，那就让他看我怎么在他最熟悉的擂台上，把他15年的地盘撬开一条缝。他以为他是来守擂的，错了，他是来当背景板的。陈国泰不是陈志豪，商会人脉你想象不到，你确定要硬碰？我不碰他，但也不会让他碰我。万一他先出手，那就让他知道，1个月前我一无所有，1个月后我有5000万估值，3个亿万级客户和鼎盛资本，他失去的会比我多。你越来越像我欣赏的那种人了。哪种？不是不怕输，是输过一次之后，发现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然后就没有什么能吓倒你了。老周、小杨，你们干嘛？那边开3倍工资不算股份，孩子刚上小学，房贷压着。那边给你们开多少？底薪3倍，部门独立，期权持5%，条件不错，去吧，工牌留下。王强，让财务给他俩结到月底，加1个月补偿金。英雄总，你给我们补偿金？你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进来，在最困难的时候走，你们不欠公司，公司也不欠你们。以后那边待不下去，回来面试，跟新人一样流程。他没做过，老周也是从没做过开始的。在座有谁觉得公司现在很危险？觉得我们被挖了2个骨干，陈国泰下一步还会挖更多人，这仗可能打不赢？举手。没有人举手。好，那我换个问法，有谁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所有骨干被挖走之后留下来的位置，谁想补？今晚加班，会议室8点，把你们想做的方案带来，能落地的方案。那是咱们最好的2个骨干。老周手上有3个核心客户数据，小杨负责整个系统架构，这仗怎么打？打不了原来的打法，就换打法。陈国泰挖人，是因为他只有这一招。他的公司15年历史，流程僵化，人挖过去3个月才能上手。我只需要比他快。今晚加班，老周和小杨的工作拆成3份，内部竞聘。明天我要看到3个新组长。我跟着你，管他3倍工资，我不走。我知道，你那张存折我还留着。强子，我需要钱。你要干嘛？英雄要用。别全取，留点生活费。哥，会议室今晚几点？8点。带上你的方案。我一个做后勤的有什么方案？你不是后勤，你是副总。后勤的方案也是方案，怎么让加班的人吃上热的，怎么让离职的人走得体面，怎么让留下来的人觉得值，这些也是方案。带上，今晚我要听。喂，楼下快餐店吗？今晚有加班，订30份盒饭，不要青椒炒肉，老孙不吃青椒。听说被挖人了，要不要鼎盛帮你？不用，走的是想走的，留的是该留的，正好借这个机会筛一遍团队。你这个人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吗？别人遇到的坏事到你这里都能变成筛。因为我不怕筛，我自己就是被筛掉过的人。不要紧，做饭了没？做了，这次没黑。检测到对手下一步行动，峰会现场发难，建议主动出击。The next presenter is Hero from Haicheng, China. His company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only 1 month and has already signed 3 billion live clients. 在座各位可能都听说过我的名字，但你们听说的版本可能是这个人半年前还是个小销售，被老婆赶出家门 ，and that the company had been established for only a month。这些版本都对，
但我要讲的是你们没听说的部分。我花了7年时间见了上百家中型企业的老板，我知道他们舍不得什么，怕什么，会在哪个环节卡住。今天站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比我更懂这些企业的痛点，因为我自己就是从那个痛点里爬出来的。英雄先生，你说你了解中型企业痛点，请问你公司成立才1个月，你拿什么保证你的方案不是纸上谈兵？陈总问得好，这是我上个月签下的3个客户的实际数据。宇恒集团供应链响应时间从72小时降到18小时，天海集团物流成本降低23%。第3家你应该很熟，是贵公司上个月刚刚失去的客户。你这种价格战打法，扰乱市场秩序，可持续吗？陈总，您说价格战，我的报价比贵公司低15%，但利润率高8%，这不是价格战，这是效率碾压。您做了15年，还在靠人脉维持报价，我做了1个月，已经在用数据优化成本。哼，谁在扰乱市场秩序？陈总，我建议您下一个问题问点别的，因为关于成本的问题，我可以再讲1个小时，但您的时间和您公司的股价可能等不了那么久。Mr. Yingxiang, we have supply chain South Asia. Could we discuss this? The Uljo Searchon is very interested in Formidi Enterprise. 你知道你刚才干了什么吗？路演。不，你在陈国泰的主场当着他认识15年的全球行把他牢底拆了。从今天起，他在国际供应链圈子里抬不起头了。海城那边传来视频，被参会代表发到了行业群里。陈氏集团股价开盘跌了5个点。哥，陈国泰出手了，他联合5家老牌企业在行业群里发联名声明，说你是行业搅局者，要联合封杀咱们。正好，省得我一个个去找。明天上午我会在海城商会全员大会上公开回答你的所有质疑，不敢来的人默认认输。哥，你直接约架，万一他不来呢？他会来的，因为我不只是发朋友圈，我群发了商会全体理事。走，去准备明天的数据，让他死得心服口服。哥，我给你念条评论，明天商会大会有好戏看了。陈国泰联名5家封杀一个刚成立没多久的公司，这本身就是露怯，真正人不会拉帮结派。截图，明天放到第2张 PPT 里。明天我要让陈国泰回答3个问题。第一，它的市场份额从40%涨到55%，为什么行业利用率反而从12%跌到7%？第二，它的核心团队离职率37%，为什么海城商会从来没有过问？第三，他联名封杀我的那5家企业，3家和陈氏有股权关联，这是商业联盟还是利益输送？让商会全体理事自己判断。如果他们反问这些数据来源呢？所有数据都是公开的，他自己每年公开发布的数字就是他最大的漏洞。我们要做的不是挖黑料，是把已经公开的东西放在同一张表里对比。他当年骂陈志豪的时候也是这个手法，不骂人，只摆事实。陈志豪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被谁搞下去的。我听说你明天要在商会上跟陈国泰对峙，需要鼎盛提供什么支持？什么都不用，我只需要他到场。你知道吗？你比我想象的更狠，别人防守，你直接端了人家老巢。防守不是我的风格，他挖我的人，我挖他的根。各位理事，我今天提请表决的议案只有一个，将英雄及其公司逐出海城商会。理由有3：恶意价格竞争，扰乱行业秩序；东京峰会公开发表有损海城商界形象的言论，以不正当手段挖角同行核心团队。在表决之前，我想听听英雄的意见。英雄，你坐那么远干嘛？坐到前面来。别紧张。会长，各位理事，我不做辩解，我就给大家看3张 PPT。第1章，过去5年，陈氏集团市场份额从40%涨到55%，同期海城全行业利润率从12%跌到7%，垄断越高，利润越低，这不是竞争加剧，是效率倒退。谁在赚差价，谁在压榨上下游，数据不会说谎。第2章，陈总说我不正当挖角，他的核心团队离职率37%，自己走的人，他的技术副总老孙跟了他15年，为什么走？老孙现在在我公司，今天也在现场。老孙，你为什么要走？因为在陈总手下，我不被允许说真话。每次提技术改革，他说不要折腾。15年，从行业第1做到被新人反超，我憋了15年。现在我不想憋了。第3章，陈总今天联名封杀我的5家企业，有3家和他存在直接股权关联，这不是行业自律，是利益输送，不是封杀我，是联合垄断。
我今天来不是求各位放我一马，是请各位想清楚，海城商会到底是所有海城企业的家，还是某个家族的钱袋子？我的话说完了，会长，请主持表决。表决取消。英雄，你的公司从今天起正式成为商会会员，会费按标准交。陈国泰，你回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你刚才第3张 PPT 那个股权关系图，你怎么拿到的？公开数据，查了3天。陈国泰以为别人不敢查他，其实他只是从来没人查。我以前怎么会觉得你没出息？因为你只看得到我不行的地方，现在你看到我行的地方了。走吧，回家吃饭。今天吃你做的，不管黑不黑，都吃。陈国泰撑不住了，商会事件后股价腰斩，商会副会长辞了，核心团队开始松动。他想低价抛售供应链管理部门，他的命根子，报价1000万，实际估值3000万，千载难逢的机会。英雄，你怎么看？不买，不买，这是打落水狗的最好时机。他的核心资产值3000万，但买了它就等于接盘他的债务、冗员和15年积累的流程垃圾。我要的不是他的公司，我要的是他的人。陈国泰公司最值钱的东西不是设备，不是客户，是他手下那个供应链管理团队。这批人被他压了15年，有经验，有想法，但从来没被重用。与其花1000万买资产，不如花1半的钱挖走他最好的20个人。釜底抽薪，你不买他的公司，你让他没有公司可以卖。对，让猎头开始接触陈氏核心团队，我亲自面试，待遇比他们现在高3成，干满1年给期权。另外，老孙，你进来一下。老孙，陈氏团队里你最熟，你给我列一个名单，哪些人值得挖，哪些人不值得。你是这次挖角行动的总负责人。英雄总，我一定办好。哥，猎头那边传来消息，陈氏核心团队已经有15个人确定过来，其中包括他的财务总监、2个区域经理、一整个技术组。陈总不，陈国泰今天早上到公司发现技术部空了，他把杯子砸了，保安听见他在办公室里骂了整整1个小时。停止挖角。啥？势头正好。核心官队被挖走15个人，剩下的会自己走。陈氏集团从现在起只是一个壳，不用我再花1分钱，他自己就会散架。英雄，你到底想怎么样？陈总，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是在做你15年前没做的事，给下面的人应有的待遇。市场监管局接到10名举报，你公司涉嫌不正当竞争和侵犯商业秘密，请配合调查。哪位举报的？举报人身份保密，我们需要调取你公司近3个月的客户合同和供应商协议。不用调，我直接给你们。全部合同和协议都在这里，原始文件没有改过一笔。另外，我还有一份材料，想请你们顺便看看，这是我收集的。如果你们要查不正当竞争，这份联名封杀声明可能比我公司的合同更值得查。英雄先生，你的配合态度我们记录在案，初步判断你公司现有材料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如果举报不实，按相关规定会对举报人进行处理。哥，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来？陈国泰没有别的招了，挖人挖不过我，商会斗不过我，最后只能使这种下三滥。但他忘了一件事，我所有的合同都有第三方审计，每一笔账都干净。他自己封杀我的联名声明，反而是他违法的证据。承让他举报当行为啊！英雄先生，举报经核实不属实，我们已对举报人进行了告诫，你的公司没有问题，谢谢，辛苦了。调查撤案了，而且陈国泰因为虚假举报被警告。哥，你这是什么操作？人家举报你，结果他自己被列入黑名单。因为我不做亏心事，他做了。没事，晚上想吃什么？红烧排骨，我已经学会了。他不是哭吧？哭的不是公司，是体面。做了15年，最后被一个他看不起的人逼到卖公司，这种滋味我知道。
哥，你说这话的时候不恨他了？恨一个人太累，他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们往前看。宿主，我是系统，这是我最后一次联系你。权限移交后，我的核心程序将在24小时后自动删除，但在删除之前，我有一份礼物要给你。宿主，我的任务是让你变强，但真正让你变强的，从来不是我，是你自己。因为当我说你可以选择继续前进的时候，你选择了停下，那个选择是任何一个程序都做不到的。再见，英雄，或者说再也不见。成功是能力，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是智慧。你不需要我，你一直都不需要我。怎么了？眼睛有点红。没事，加班看电脑太久了。红烧排骨，这次真的没黑。走，回家。今天想早点回去。绿霞，我想好了，我们的孩子不管男孩女孩都叫英念，英雄的英，念想的念。不用忘记过去，但也要往前走。这个名字好。绿霞是吧？我是新来的创意总监，你的位置调到外面工位了。公司觉得你刚结婚又要生孩子，不适合高强度项目，手头的客户先交接给我。这是架空，谁的决定？总部的决定。你可以找 HR 谈。公司不是辞退你，是给你调整岗位。产假期间按最低标准发基本工资，产后回来可以继续做基础岗位。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动离职。我会考虑，但我的客户我一个都不交。玉姐，你的客户资料我都备份了，在新总监看不到的服务器里。怎么了？你想怎么办？不知道，他们说可以自动离职，但我好不容易做到这个位置。离职，但不是自动离职，是被迫离职，这两个性质不一样。你们公司架空孕期女员工，这是违法的。你之前的合同和绩效考评还在不在？都在。明天我让公司法务帮你整理材料，不是去闹，是让他们知道你懂法，他们不敢硬来。以前我遇到这种事，你从来不说什么，现在你……以前我不说，是因为我怕说错，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对。你签字了吗？那就好，只要没签字，这份文件就是一张废纸。废纸上的条款不需要你来遵守，只需要他们自己害怕。听说吕霞公司出事了，需要我帮忙吗？不用鼎盛出面。他的合同和绩效考评很完整，孕期调岗属于违法。你知道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不是变强了，是你不怕了。以前你怕得罪人，怕说错话，怕失去，现在你什么都不怕，因为你已经失去过了。对，最坏的结果我都经历过，所以现在我只做对的事。吕霞，公司不是要为难你，是你现在的情况。怀孕、新婚，不适合高强度工作，调岗是为你考虑。如果你觉得接受不了，公司可以给你一笔补偿。刘总，我说3句话：第一，孕期调岗降薪违反劳动合法第42条，你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解除的前置条件。第二，我太太的绩效考评连续3年全部门第一，这不是能力不胜任，这是因为怀孕所以被针对。第三，这是你们公司去年一个项目的创意方案，方案主笔是我太太。那个项目给贵公司创造了600万营收，你现在给他开的补偿是3个月基本工资，不到5万，你觉得这合理吗？这个我们可以谈，补偿可以加，不需要补偿。我太太不离职，她继续做创意总监，法定产假期间全额工资，产后恢复原岗位。如果公司不答应，这份材料我们会提交劳动仲裁。好，原岗位保留，产假期间全额工资，明天发正式通知。下次查清楚对方家属是干什么的再约谈。查过了，他是修水龙头的，那些水龙头现在值5000万。你刚才怎么知道那个项目是我主笔的？你以前每次做完项目都把方案带回家，你说放着留个纪念，我搬家的时候看到了。你以前从来不关心我的工作。以前关心但不敢说，怕你说我不懂。现在不怕了？不怕了，因为现在我知道，我不需要懂你的工作，我只需要懂你。
你遇到事的时候，需要的不是一个帮你做决定的人，是一个站在你身边的人。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练的，客户比你还难搞。我妈包了300个饺子，让我们晚上回去吃。史密斯是全球供应链前3的亚太区总裁，他在东京峰会看了你的路演，主动找的我们。今天这个签约仪式，整个海城都在看。签约之前，我想说几句。我入行30年，见过无数创业者，你是第一个用一张数据图把老牌企业问到哑口无言的人。我让我的团队调研了英雄科技，结论是这是一家成立不到2个月，但客户满意度和技术指标全部超过行业头部的新公司。所以今天我不是来给机会的，我是来求合作的。英雄先生， Global Supply Chain 愿意成为你的第一个海外合作伙伴，是因为你值得。谢谢史密斯先生。2个月前，没有人相信我能站在这里。今天，没有人能阻止我，我站到更大的舞台上。你知道史密斯刚才在后台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你投的不是一个创业者，是一个未来的行业标准。没有鼎盛，没有你，就没有今天。英雄，鼎盛的投资收益率已经破了内部记录，但对我来说更大的收获是亲自看到一个被全世界低估的人站到所有人都必须直视的位置。下一轮，等你准备好，不管估值多少，鼎盛都跟投。新闻说你从草根到国际的逆袭传奇，你什么时候成传奇了？但有一点是真的，2个月前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现在呢？有公司，有兄弟，有海外合作伙伴，有一个可以重新认识我的老婆，还有一个在肚子里的孩子。够了，这辈子够了。我去给你热饭，今天是红烧牛肉，没黑，真没黑。干嘛？饭要糊了。糊了就糊了，一起做，重做也行。老周，你还有脸来？强哥，我知道我没脸，但我想见英雄总一面，就一面。进来吧。英雄总，我不找借口，当初走是因为3倍工资，因为那边说要给我独立部门，结果去了之后，他们把我架空，所有项目都轮不到我，我的技术方案被压了2个月没人看。2周前他们直接通知我走人，1分钱补偿没有。我走的时候连工位上的绿植都被人拿走了。我知道我不配回来，但我想求一个机会，降薪也行，从底层做起也行，我想跟着你干。老周，你当初走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一句话，以后要是那边待不下去，回来面试，跟新人一样流程，我说到做到。明天上午10点，公司有新人集体面试，你准时来，过了就留。没有降薪，也没有从底层做起，你的水平我是知道的，但流程必须走，不是针对你，是规矩就是规矩。谢谢英雄总。哥，你让他面试，是真打算过不了就不留？他会过的，他的技术方案我当初看过，是最好的一批。让他走面试流程不是为了刷他，是让全公司的人看到，规矩面前人人一样，走的人能回来，回来的理由不是人情，是本事。哥，你现在做事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现在你有规矩了，规矩里有人情，但人情不坏规矩。走吧，去面试室，明天那批新人你也帮着看看。你以后是公司副总，招人用人你得比我更严格。明天我当主面试官，你坐旁边看。哥，你那张存折还在抽屉里吗？在。好，等我面试完这批人，我要往那张存折里存一笔新钱，是给我自己存的。以后咱们公司每一个被重新定义的人，入职那天都往那张存折里存1块钱，这是规矩，不是人情。我下周调任鼎盛亚太区负责人，国内项目周总对接你。为什么走？因为你不需要我了。东京峰会拿下海外合同，陈国泰帝国被你瓦解，商会会长亲自站台，你从需要投资人保护的创业者，变成了独立打天下的企业家。我的任务完成了，作为投资人，我该退出；作为欣赏你的人，也该退出。苏曼，不用说，
我投过27个项目，你是唯一让我退出时觉得不是结束，是开始的人。我对你不只是欣赏，但有些位置已经有人了，所以我不等，也不遗憾。看你走到今天，值了。我这一路3个转折点，系统激活，宇恒王总签字。你第一次坐在我对面说，我投的是你。不管你去哪儿，你在我故事里永远占一张。这一章写到这里很好。最后一份礼物，鼎盛亚太区将英雄科技列为全球供应链核心推荐企业。这封信会直接出现在全球20强投委会桌上，比任何投资合同都值钱。所以你值得。上次我问你，回头看停车场里的自己什么感觉？当时我以为你在往上走，现在我知道了，你是往回走，把缩在车里的那个男人拉出来，你跟自己和解了，这才是真正的成功。走了？说了。你别走了，晃得我头晕。哥，东西买齐了，你融资谈判都没这么紧张。融资输了可以再来，这个不能输。吕霞家属，母女平安，6斤8两。你看他像谁？像你，眼睛像我。他眼睛都没睁开呢。睁不睁开都像我。你哭了？产房太热。生了，闺女，我女婿哭了。对对对，就是那个上市公司老总，上次上电视那个。就叫英念，英雄的英，念想的念。不用忘记过去，但要往前走。一起走。恭喜老板！你公司的人比当年同事强多了。不是他们强，是我变了。以前我不值得被尊重，现在我值得。你什么时候变的？停车场那晚，你走之后，我收到一条消息，不是客户，不是猎头，是另一个我。他告诉我自己都不信自己，没人会信，所以我决定赌一把。赌的不是别人能对我改观，是赌我自己能不能变成不一样的人。你赢了。不是我赢了，是我们赢了。对对对，6斤8两，叫英念。满月酒你们都得来，我女婿说了，摆10桌。英雄总，恭喜喜得千金！强哥把照片发群里了，全公司都看到了。哥，你看，有人给英念批了员工工牌，职位首席卖萌官。今早到的，寄件人写的是系统。系统是谁？咱客户里有叫这个的？一个老朋友，已经不在了。谢谢大家，今天的下午茶我请客。宿主，这是最后一次联系。临走前，我用最后的算力模拟了一个问题：如果那晚停车场里系统没有激活，你还会做今天吗？我用你过去的行为数据跑了4700次模拟，答案会。4700次，每一次你都能自己走出来。系统从来不是你的能力，是你本来就有的东西被压了太久，我只是帮你把压在身上的东西搬开。最后一份礼物不是技能，不是数据，是这张照片。再见，英雄。下班就回来。检测到宿主已达成所有隐藏成就。最后一件事，这份名单你应该看看。不是客户，不是投资人，是他这一路帮过的所有人。这些人在过去2年里，分别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帮过你，推荐客户，传递信息，在你对手面前替你说话。善意复利，这就是最后一刻，你不用悔，往前走吧。
今天要带英念去看那个起点，不是去怀旧，是去告诉他，那颗蓝色星星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本来就有的东西，被压了太久，有人帮你搬开了压在上面的东西。那个人可能是一个系统，可能是一个朋友，可能是你自己。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可以自己亮。3年前，我哥在停车场里收到一条消息，不是投资意向，不是客户合同，是他前妻发的，说明天民政局见。3年后，我哥站在这里，不是来离婚的，是来庆祝公司3周年的。下面有请英雄。3年前的我什么都没有，今天我有公司，有团队，有家，不是因为厉害，是因为遇到了4个人。第一个人，王强，我创业第1天，他把老婆本拍在桌上说，我老婆说了，这钱不投给你，他才真跟我离。没有那笔钱，公司活不过第1个月。王强，站起来让大家看看。第二个人，尤平，我的丈母娘，她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看不上我的人，但在我最难的时候，她是第一个把对不起说出口的人。那声对不起，比任何一笔投资都重。第三个人，苏曼，鼎盛资本亚太区负责人，她是第一个相信我的人，不是相信 BP， 是相信我这个人。3年前我用3分钟决定投你，那是我职业生涯最正确的决定。第4个人，吕霞，我的妻子，3年前她签了离婚协议，3年后她撕了它。我们不是复婚，是重新开始。她教会我一件事，真正的强大不是让别人仰望你，是让你身边的人愿意跟你并肩。我爸爸最棒啦！3年前，你妻子提过离婚，这是真的吗？是真的，而且他没有错。他不是放弃我，是叫醒我。当时的我确实配不上他，不是能力不够，是我不相信自己。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相信，凭什么让别人信你？所以我不恨他，我感谢他。没有那晚，我不会在停车场里问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吗？这是我做专访15年来听过的第一个对前妻提离婚表示感谢的男人。既然今天问到这里，我想借这个机会说一件从来没公开过的事。3年前那个停车场，我收到了一条消息，不是客户，不是投资人，是一条告诉我你可以的消息。这么多年我从没说过，因为说出来没人会信。但今天我决定说出来，那条消息来自我自己。不是灵异事件，不是奇遇，是我在那晚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等别人来救，永远等不到。唯一能救我的人是我自己。所以我跟自己做了一个交易，不再讨好任何人，不再等任何人认可，先把自己活成值得尊重的人。3年后，我做到了。如果今晚在看这个节目的你，也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我想告诉你，我在停车场里做过，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但我也知道另外一件事，那个能让你站起来的人，已经在你的身体里了。你只需要跟他说一句话：别怕，往前走。今天起，这个男人的格局我粉了。停车场那段，我在公交车上哭出声。你最后那段话跟自己做交易是真的吗？真的，我到现在还记得原话。我说：英雄，你输了5年，再赌最后一次，输了就认，赢了就把这5年欠自己的全拿回来。你拿回来了吗？还在拿。公司上市那天会拿回来一个，英念出嫁那天拿回来一个，跟你白头到老那天拿回来最后一个。老林带头鼓掌，说这个女婿他认定了。你说今晚那个在屏幕前看你的人，会不会有人因为你说的话，明天早上真的站起来了？不知道，但希望有一个就够了。快点啊！收好，
菜新鲜吗？新鲜的，早上刚进的。好好做生意，以前的账清了。他怎么了？菜买回来了，给我。哎，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今天有客人？没有，就是碰到一个人。谁？陈志豪在菜市场摆摊儿。你跟他说话了？买了他的菜，跟他说以前的账清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恨一个人太累了，而且他现这样比我当年在停车场里还惨。我已经赢了，赢够了，不需要再踩一脚。我以前觉得你软，现在才知道你比谁都硬。真正的硬是能原谅。爸爸，这个字好难写。慢慢写，爸爸以前写更难的字，写从头再来。那是什么字？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女儿演讲，你紧张什么？东京峰会都没这么紧张。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的爸爸。我爸爸以前不厉害，妈妈说他总是低着头走路，像这样。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在停车场里收到一颗蓝色的星星，星星说你可以的，然后他就变了，他打败了好多坏人，同事坏蛋、姓陈的大坏蛋，一整个商会的老坏蛋全打败了。哇！但妈妈说，爸爸最厉害的不是打败坏人，是打败坏人之后没有变成坏人，他还是很疼妈妈、疼姥姥、疼我。爸爸，我说的那颗星星就是你。那不是英雄吗？上过电视那个。英雄先生，您上再讲两句吧。从前有个叔叔，被所有人说不行，后来他发现行不行不是别人说了算，是自己说了算，所以他给自己发了一颗星星。星星不是魔法，是他自己的勇气。你今天讲的每一个字都是你自己的星星。爸爸收到了，现在该你去发给别人了。英雄先生，您刚才讲的太好了，我能录下来给我儿子听吗？您什么时候开家长课堂？班群已经炸了。今天先让他回家吃排骨，丈母娘等着呢。爸爸，你讲的故事比我好，你为什么不参加比赛？爸爸的比赛已经比完了。那谁是第一名？你。勇气是自己给的，但女儿的话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他约我下周末去书法展，我说不去，他连着约了3次，你说我该不该去？只问您一个问题，他靠谱吗？比你当年靠谱。没事儿。你们笑什么？阿姨，去。您骂了我5年是因为我没出息，但您不能因为骂过我就不给自己找幸福，您值得。老林，下周末书法展我去。老林是海城大学哪个系的？经济管理学院的，你认识？老林全名叫林建中，22年前他带过一个 MBA 班，班上有个学生叫周恒。周恒是谁？鼎盛资本的周总，苏曼的合伙人。当年就是他把我介绍给苏曼的。没有周总就没有鼎盛，没有鼎盛就没有今天。22年前教周总做投资的那个人，现在在追您。这世界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那我是不是该穿好一点？您穿什么都行，您是我丈母娘，这个身份比什么旗袍都值钱。姥姥今天好漂亮。你家人？我闺女，我女婿，我外孙女。我女婿就是那个上过电视的英雄。他就是英雄。等等，他是不是认识周恒？你怎么知道？周恒是我学生，22年前我教过他投资学。小英，老林说他是周恒的老师，真的假的？真的，我刚跟周总通过电话，他说老林是他见过最正直的老师。22年前给他打过一个 C， 因为迟交作业，从此周总再也没迟交过任何东西。周恒那小子现在怎么样了？他现在是鼎盛资本合伙人，身家过亿。他让我转告您，那个 C 是他这辈子最值钱的成绩单，回头他要请您吃饭。爸爸，姥姥和那个爷爷在笑什么？笑人生。人生是什么？就是你以为故事快结束了，结果发现最好的一章还没开始写。3年前那晚，我在这里被全世界抛弃。3年后，开着车回来。等我，马上到。
这灯箱，苏曼送的，3年前就安排好了，永久免费向所有创业者开放。你知道吗？这个停车场以前是海城最便宜的，你当年选这里是因为停车费比其他地方便宜1半。你怎么知道？我问过王强，他说你每天在这里停车，然后走20分钟去公司，为了省那几块钱。我一直留着，这是你第一次没有说我改，但你真的改了。你车里怎么还放着工具箱？习惯了，以前家里东西老坏，修多了就放一套在车里，今天终于有用了。好了，从现在起，它不只是我出发的地方，是所有跟我一样的人出发的地方。3年前他在修漏水的水龙头，3年后他在修一块照亮别人的灯箱。回他，路是大家一起修的，下一盏灯，让他在海外等着点。爸爸，蓝色星星。睡吧，星星在的，一直都在。爸爸，星星会消失吗？不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星星不是挂在天上的，是放在心里的。放在心里的东西，谁也拿不走。邮件处理完了。处理完了，睡吧。这几年我总想起那个停车场，如果让你回到那个晚上，你会跟当时的自己说什么？我会告诉他，别怕，你失去的一切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他回来了吗？回来了，而且是更好的。爸爸妈妈吃早饭啦！姥姥说粥要凉了，你们2个快下来！老林今天也来了，他说想跟英雄合个影。怎么了？哥，你快看新闻，海城电视台刚才播了一条专题，标题叫《停车场里的星星》。海城创业者的集体感谢信。什么感谢信？过去1个月，有37个人在那块灯箱下面拍了自己的创业计划书。你还记得停车场那块灯箱吗？免费向所有创业者开放的那个。他们发到网上都带了一个话题：谢谢你英雄，我不认识你，但你让我敢开始了。这个话题现在冲上热搜第1了，电视台做了专题报道。你知道系统离开之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什么？他说你不需要我，你一直都不需要我。当时我以为这句话只是对我说的，现在我知道了，他是对所有人说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蓝色星星，而我刚好成了那个帮别人点灯的人。爸爸，粥真的凉了。英雄，老林问你，他今天穿那件灰色重纱装跟你合影行不行？灰色显年轻，你本来就年轻，比我还小3岁呢。人生没有满级，每一个选择都在更新你的版本，送给每一个被低估过的你。哥，明天敲钟，紧张吗？比产房外好点儿。还记得这个吗？3年前我拍在桌上的老婆本。明天敲完钟，这张存折就值100倍了。
我老婆昨天问我，当年哪来的勇气把钱全给一个刚被离婚的男人？明天你跟我一起上台，不是站在台下，是站在我旁边。英雄科技有2个创始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那个把老婆本拍在桌上的男人。另外，帮我准备一件事，明天敲钟之后，我要宣布一个决定，不是关于公司的，是关于那个停车场的。袖口又磨破了，补第4次了。明天穿这件。顺便帮我准备一样东西，那张便签，明天要带到现场。我明天坐第1排，英念坐我旁边，我妈和老林也来。好，让王强安排媒体，不是财经媒体，是所有本地媒体，越多越好。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民政局门口，你说了一句“见了个客户”，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你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记得，那个客户是宇恒王总。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我在想，他居然没有回头看我。以前每次分开，你都会站在原地目送我，那次你没有。就是从那天起，我开始慌了。那天我不是不想回头，是不敢，因为我知道，一旦回头，我可能就走不出那个停车场了。所以我没回头，不是因为不再重要，是因为我必须先把自己从那个停车场里拉出来，才能回来拉你。明天敲完钟，你不用回头，我和英念在第1排等你。请英雄科技创始人英雄先生上台敲钟。在敲钟之前，我想请4个人上来，不是投资人，不是合作伙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4个人。王强，我创业第1天，他把老婆本拍在桌上，没有他，公司活不过第1个月。尤平，我的丈母娘，曾经最看不上我的人，在我最难的时候，第一个把对不起说出口。苏曼，鼎盛资本亚太区总裁，第一个相信我的人，他用了3分钟决定投我，那3分钟改变了我的一生。那3分钟也改变了鼎盛的历史回报率。吕霞，我的妻子，3年前签了离婚协议，3年后撕了它。我们不是复婚，是重新开始。在敲钟之前，我要宣布一个决定：英雄科技今天上市，但我的第一笔财富不是股票，是这张便签。3年前，我修好了一个漏水的水龙头，留下这张便签，那是我人生修好的第1样东西。后来我修好了事业，修好了婚姻，修好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所以我决定，从今天起，英雄科技每年利润的5%划入一个专项基金。这个基金只做一件事：修东西，修那些被遗忘的角落里所有需要修的东西。基金的名字叫不会再漏了基金。喂，英雄，恭喜你，今天在新闻上看到敲钟了。你穿着那件旧卫衣，我记得，当年在餐厅里，你就穿的这件。陈志豪，你打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恭喜。我想请你帮个忙，不是借钱。我在菜市场摆摊儿，想开个正经小店，租店面要担保人。我在海城没有担保人，以前那些朋友全跑了。我知道我没资格求你，但我实在找不到别人了。担保可以，但我有2个条件。第一，你店门口要挂一块牌子，上面写从这里开始。第二，开业那天我会去，不是去砸场子，是去买第1把菜。牌子我挂，菜给你挑最好的。英雄，当年在餐厅里说的那句话，我欠你一个道歉，欠了3年。不用还了，你好好开店。
哥，你看新闻了吗？陈氏集团那个老楼今天被挂网上了，就是陈国泰当年办公的那栋，被一个匿名买家拍走了。网上都在猜是谁。不用猜，是我。你买那栋楼干什么？拆了重建，建成海城市第一家创业者保障性公寓，名字就叫不会再漏了。专门租给刚起步的小团队，租金按营收比例收，不赚钱不收租。陈国泰当年在那栋楼里压了15年供应链中小企业，现在那栋楼用来拖着他们往上走。哥，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反向复仇，不是把仇人踩在脚下，是把仇人的老巢变成别人的起点，比踩脚下狠1万倍。3年前，有个人在一间空荡荡的小办公室里，全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是一辆开了8年的二手车。他的兄弟推门进来，把这张存折拍在桌上，这个钱不投给你，他才真跟我离。那个人是我，那个兄弟是今天的新郎。这张存折我一直留着，不是因为它值多少钱，是因为他告诉我，一个人在最落魄的时候还有人信他。王强，敬你，敬这张存折。所有在别人最低谷时候敢把自己身家拍在桌上的人。哥，存折你还留着？你是打算让我在你婚礼上也讲这段吗？不用，我的婚礼已经办过2次了。今天王强结婚，我有一份特别的礼物，不是红包，是一份合同。3年前这张存折是8万块，按上市当天的股价值800万。但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没有这8万块，公司活不过第1个月。所以今天我把当年这笔钱按创始人原始股价格转为王强名下永久股权，不是赠送，是还当年那8万块的胆儿。另外，从今天起，王强正式升任英雄科技 CEO。我退居董事会，这3年他坐在我对面，从拍存折的人变成了拍板的人。是时候让所有人知道，英雄科技不只有一个英雄，有2个。我王强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事儿，就是3年前骑电动车冲进那个停车场，把这张存折拍在一个刚被离婚的男人桌上，因为我赌他不是废物，我赌对了。英雄科技双创始人。今天的优秀作文，我的爸爸。英念同学3年前在小学演讲过同名题目，视频播放量破1000万。这篇是新写的。我爸爸是上市公司创始人，但他从来不穿西装。他有一件很旧的卫衣，袖口补过4次。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换，他说这是他从停车场里走出来的那天穿的。小时候我以为他靠一颗蓝色星星变厉害的，后来我才知道蓝色星星不是魔法，是勇气，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勇气。我爸爸教会我一件事，真正的成功不是你站多高，是你从多深的地方爬上来，还能伸手拉别人一把。我的梦想不是成为公主，也不是女总裁，是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无论在哪里摔倒，都能自己给自己一颗星星，然后回头给身后的人发星星。不好意思打断一下，这位是海城日报的总编，他今天来学校做讲座，路过教室时听到了这篇作文，想跟英念同学说几句话。英念同学，你写的那个停车场那块灯箱是真实存在的吗？是真的，我爸爸上市那天宣布的，上面写着英雄科技从这里开始，免费向所有创业者开放。你写的不会再漏了基金也是真的？是真的，我爸爸上市那天宣布的。他说以前修了一个漏水的水龙头是他自己，所以他要帮更多人修东西。我做了30年新闻，采访过无数企业家，但这是我第一次从一个初中生的作文里看到一个企业家的全部。英念同学，海城日报想全文刊登你这篇作文，不是登在教育版，是登在头版，因为这篇文章不只是一个女儿的作文，是一个时代的注脚。总编叔叔，我可以把稿费捐了吗？捐到哪里？不会再漏了基金，因为那颗星星是我爸爸给我的，我也要学会发星星。英念同学，你写的那件旧卫衣，那块停车场灯箱，那颗蓝色星星，都是真实的吗？都是真实的。我爸爸今天也在现场。你写的很好，但有一件事你说错了。你说你的梦想是成为像我一样的人，我的梦想是成为像你一样的人。你比我更早学会给自己发星星，爸爸32岁才学会，你13岁就会了。爸爸，蓝色星星是你给我的，我偷了你的。不用偷，本来就是你的。英雄先生，那张便签上到底写了什么？
修了一个漏水的水龙头，留了一张便签。后来我发现，我修的是我自己。我以前是说了我改，但从来不行动的人。那天我第一次没有说我改，但真的改了。我是海城教育局局长，今天本来是来颁奖的，但刚才在台下听完英念同学的作文和英雄先生的发言，我想现场宣布一个决定：从今年起，海城市所有中小学将增设一门课外阅读课。必读天目里有一篇固定的文章，我的爸爸。不是因为他拿了全国特等奖，是因为这篇文章里的那个停车场、那块灯箱、那个修水龙头的男人，是所有孩子都应该认识的人。你看，你发的星星比爸爸多，爸爸的灯箱只照亮了一个停车场，你的作文照亮了整个海城的中小学。那是你的星星，我只是把它写下来了。写下来就是你的了，发出去就是所有人的了。妈，你当年骂他是对的，不骂他，他可能一直不会醒，但现在他不醒了，他让所有人都醒了。你前期回来，你还走得了吗？这次回国带来最后一个合作项目，邀请你加入鼎盛全球顾问委员会，有投票权，有项目否决权。委员会只有7个人，你是唯一一个没有金融背景、没有名校学历的人。为什么是我？因为鼎盛投过的所有创始人里，只有一个人在被全世界抛弃之后，不仅自己站起来了，还把停车场变成了别人的起点。我们需要一个靠经历做决策的人。我加入，但我有一个条件，委员会每年拿出一个名额，给一个非名校、非大厂出身的创业者，唯一要求他必须在自己的停车场里做过。成交。另外，我决定提前退休。别这副表情，不是因为我有病，是因为我终于找到了接班人。你这辈子教会我的不是怎么投项目，是怎么在一个人自己都不信自己的时候，先信他。这种眼光，财报交不了，数据也算不出来。鼎盛下一代投资人里，没人有这种眼光，所以我决定不当投资人了，去当一个老师。你在海城发星星，我在海城教人怎么发星星。你的灯箱在停车场亮着，我的讲台在教室里亮着，殊途同归。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在这里问我什么吗？你问你前期回来，你还走得了吗？我当时说，谁想走不会留，谁想回来得自己走进来。记得。现在呢？现在我想说，你走我不留。但你在海城大学的每一堂课，英雄科技都派人去旁听，不是去学投资，是去学你怎么在3分钟内发现一个人身上的星星。最后一个问题，当年我投你，到底是投对了还是投错了？投对了，但不是因为你投了我，是因为你投完之后教会我怎么投别人。小杨的骑手宝，老周的回归，陈志豪的蔬菜店，停车场50个创业者，每一个都是你当年那3分钟的复利。那我这辈子的投资回报率已经没法用数字算了。来，进没法用数字算的东西。今天请大家做个见证，我写了一幅字给尤平，这是白居易的一句诗，下一句是能饮一杯无。我今年71，丧偶6年，直到尤平转来我们班，他第一天写的字很差，握笔字是全错，但他写的那幅字每一笔都很有劲。尤平同志，请问你愿意和我一起把剩下的日子写成最好的字吗？我以前的字写的不好，但你写的英雄2个字让我转进你班的。你要是敢对我不好，我女婿会来跟你谈谈。上市公司老总，上过电视，全国作文特等奖得主是他女儿，你掂量着办。你女婿我见过，上次他来老年大学接你，在门口被几个老学员拉着合影，他一点架子没有。那天我就知道，能让你女儿嫁给这样的人，你这个当妈的一定也不差。这是第一次有人说能让你女儿嫁给这样的人，你也不差。以前所有人说的都是你女婿那么优秀，你当年怎么还骂他？妈妈，姥姥哭了。不是哭，是高兴。那为什么高兴也要流眼泪？因为有些眼泪不是难过，是攒了很多年的话，终于被人说出来了。你姥姥以前不会说对不起，后来学会了。她以前也不会接受幸福，现在也学会了。人什么时候学新东西都不晚。来，你也写一幅，写什么都行。这是我女婿说的，他说从头再来不是丢人的事。我骂了他5年，后来他教我从头再来，这4个字我练了很久，今天送给你。宿主，如果你看到这段视频，说明残片没被清理干净。最后几件事想告诉你：第一件，停车场灯箱其实不是苏曼一个人的主意，是我删除前最后一次连接互联网时，匿名给他发了封邮件，他不知道是我，我知道他会做，因为他和我一样都赌你会赢。第二件，你女儿上小学第1天，我用最后的算力入侵了一个交通摄像头，我看到你送她进校门，她回头跟你招手，你蹲下来给她系鞋带，那个画面是我数据库里最有价值的记录，不是因为数据量，是因为那是你不再需要我之后依然在往前走的样子。第三件，
你还记得那个终极问题吗？你答：成功是能力，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是智慧。今天我想补充一句，成功是你已经不需要任何系统来定义你是谁，你是英雄，不是系统成就的，是你自己。谢谢，不只是为我，是为他。没有你，他可能到现在还不会做饭。10年前，我在小学演讲《我的爸爸》；5年前，这篇作文拿了全国特等奖。今天，我想讲第3个版本。我爸爸公司上市之后，把公司交给王强叔叔，自己成立了一个天使基金，专门投资非名校、非大厂出身的创业者。别人问他为什么要投被筛掉的人，他说：“因为我就是被筛掉过的人，所以我选择了社会创业专业，不是金融，不是管理，是研究如何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10年前，他告诉我，蓝色星星不是魔法，是勇气。今天，我想告诉所有人，那颗星星会遗传，从父亲的眼睛里传到女儿的眼睛里。爸爸，这颗星星还给你，因为我已经有了。爸爸收到一颗蓝色的星星。那你以后拿什么发给我？以后轮到我给你发星星了，你等着。在结束之前，我代表海城大学宣布一个决定：从今年起，海城大学社会创业专业设立一个专项奖学金，名字叫蓝色星星奖学金。资助对象不是成最好的学生，是那些起点最低但最想改变自己的学生。奖学金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来自一位匿名捐赠人，他没有来，但他留了一封信，信上只有一行字：这个奖学金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如果你们一定要知道，就记住，我是一个在停车场里收到过一颗星星的人。现在轮到你们给别人发星星了。蓝色星星奖学金是你？不是我。信上那句文笔太差，全海城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写。巧合。这个在停车场里给自己发星星的男人，花了10年时间，学会了一件事：偷偷给全世界发星星，然后躲在最后一排，假装跟自己没关系。他一直在发，发到整个海城都被他点亮了。英雄先生，对不起，迟到了。我从城郊骑过来的。没关系，我也骑过这段路。你叫什么？杨启航，26岁，做了3年销售。我想做一个给外卖骑手做保险的小程序，他们好多人没社保，出了事就全完了。我自己送过半年外卖，我知道冬天骑车手套磨破了舍不得换是什么感觉。我知道摔了之后爬起来接着送，因为没有医保是什么感觉。这个送给你，不是钱，不是资源，是一张我3年前写的便签，上面写着不会再漏了。是我修完一个漏水的水龙头，后来每次过不去的坎儿就拿出来看一眼。不是因为上面写了什么了不起的话，是因为它提醒我，改变是从很小很小的事开始的。修一个水龙头，修一个 bug， 修一个被生活打趴下的自己。你刚才说的小程序，先修好第一个 bug， 第一个用户会带着第2个用户来。这个停车场免费向所有创业者开放，但我的基金只投一种人，被生活打趴下之后还敢站起来说我还能再来一次的人。你是这种人。马上，刚把便签给出去。第3代了，第1代是我，第2代是英念，第3代是个送过外卖的小伙子，他的项目叫骑手宝。不用留了，我修的东西已经够多了，该让别人修了。各位同事，10年前我在停车场里收到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一条消息，说这句话的人已经不在了，但他教会我的东西，我想用这封信告诉你们。第一，你的起点不决定你的终点，英雄科技从来不问起点，只问你在自己选择的方向上走了多远。第二，真正的成功不是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闭嘴，是让所有相信你的人觉得当初没有看错。第三，我曾经以为逆袭是为了自己，后来发现不是，逆袭是为了一个资格。当你站得够高的时候，可以弯下腰去拉那些还在往上爬的人。明天是英雄科技10周年，10年后的今天，我已经不需要系统了，但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星星要发。
这封信就是我的星星，谢谢你们，英雄于公司10周年结业。现在他想回答不甘心，但他已经把那个不甘心变成了50个人的敢了。今天穿新衬衫是我太太要求的，但这件旧卫衣必须在现场，所以我带上来了。10年前我穿着它站在海城商会被陈伯泰当众发难，8年前穿着它敲了上市钟，5年前穿着它听我女儿演讲，10年前所有人都在抬头看谁站得最高，但真正重要的位置不是讲台上面，是这里，离大家最近的地方。从今天起，这个讲台拆掉，英雄科技所有会议室不设讲台。最好的想法不是站在高处想出来的，是蹲下来，离问题最近的时候想出来的。10年前我在停车场给了自己一颗星星，10年后我把这颗星星送给你们每一个人，不是送给你们的光，是送给你们的暗。每一个低谷，每一个停车场，每一个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刻，星星不是挂在天上的，是放在心里的。放在心里的东西，谁也拿不走。哥，等一下，你看这个。本台最新消息，海城市政府刚刚通过决定，将英雄科技总部旁边那条路正式命名为从这里开始路。这是海城第一条以民营企业品牌标语命名的市政道路。哥，从这里开始变成路了，不是灯箱，不是广告牌，是路，市政道路，导航能搜到的那种。我没申请过这个。你没申请，是他们决定的，官网公示，全票通过，反对票零。哥，你说句话呀。我只想说，10年前缩在车里的男人，要是知道自己的口号成了一条路的名字，他定会在停车场多坐一会儿，想清楚这条路以后谁都能走，不止他。10年前我问你，如果回到停车场，你会跟当时的自己说什么？今天我想问，如果当年系统没有激活，你会跟我离婚吗？不会，我会签字搬出去，然后做我现在做的一切，只是慢几年。系统从来不是我的能力。你提离婚之前，我已经被压了5年，迟早会爆发。你只是刚好在最后一根稻草落下来那天说了那句话，所以你不是把我推向失败的人，你是把我推向停车场的人。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不是你赚了多少钱，上了多少次电视，是你对每一个踩过你的人都说了算了。我曾经以为是软弱，后来知道这不是软弱，是强，是一种不需要靠复仇来证明自己的强。不是算了，是算了账之后发现恨一个人成本太高，不如把时间省下来陪你，陪英念，陪那些还在停车场里的人。对，我爸爸在楼上跟我妈看日出，今天他们结婚纪念日，你那个项目方案发我邮箱，开公司之前记得先去那个停车场坐坐，别问为什么，去就对了。今天除了看日出，还有什么安排？等会儿要去见一个人。这张便签我写了10年才敢贴。以前你修水龙头留便签，我觉得那是你的事。后来英念写作文发星星，我觉得那是他的事。直到去年有一天，自己一个人在厨房里，锅没冒烟，铲子没飞，我炒完菜尝了一口，然后下意识找了张便贴写了这行字，贴在哪儿都觉得不对，最后贴在了冰箱上。你看到过吗？看到了，我拍了照，存在手机里。文件夹叫吕霞的第一张便签。你什么时候发现的？贴上去的当天晚上，你没说，我也没问，因为我知道你不需要我夸你，你需要的是自己相信自己能做到。那张便签不是我留给你的，是你留给自己的，这才是真正的不会再漏了。不是水龙头不漏，是你相信自己能修好。走吧，今天纪念日，这10年你发了好多星星给别人，今天我想亲眼看看你发星星的时候眼里的光，和当年在停车场里是否一样。
今天是不会再漏了基金10周年。英雄做了一个决定，把这50个创业者叫到一起，不是开会，不是路演，就是每人发一张便签，空白的，让他们在便签上写自己的停车场时刻。英雄先生，我写好了。写的什么？谢谢您当年没有给我钱，您给了我更值钱的东西，就是便签。后来我也学会了修东西，我还在骑手的每张保单上都印上不会再漏了。爸爸，轮到你下班了，以后这个位置我来。你知道吗？10年前我在这里收到的那条消息，最后一句是什么？是你没有系统演赢，因为你本来就可以。这颗星星送给你，不用还，因为你已经有了。忙完了。忙完了，回家吧。今天我做饭，这次不会黑。你每次都这么说。我叫英雄，今年45岁。10年前我在这个停车场里收到一颗蓝色星星，后来我才知道，星星不是别人给的，是我自己给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停车场，每一个停车场都有人正在问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吗？如果你正好在那个停车场里，别怕，你失去的一切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前提是你得先给自己发一颗星星。我爸爸以前不厉害，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在停车场里收到一颗蓝色的星星，